一直被我养着，吃着软饭的老公被我发现出轨，竟然还背着我套现我的财产，难道是想拿着我的钱包养情人？妄想，看我如何收拾你这个软饭男！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是一个富婆。是的，你没看错，我就是现在大部分人口中所说的实现财富自由的富婆。一直顺风顺水的我，就在最近出现了一件让我心烦的事情。一天夜里，我无意间看了一眼老公的手机，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一直在我面前看似人畜无害的老公，竟然出轨了。看着他和那个女人卿卿我我的聊天记录，我越看越觉得心寒。不仅如此，我还在他手机上发现他还背着我偷偷套现我给他开的副卡，花费了500多万，想拿我的钱去外面包养女人。此时我已经觉得怒火中烧，手指发颤，想立刻去质问陈斌。我叫林淑瑜，35岁。年轻时一直在努力打拼事业，在33岁就做到了公司高层的位置，实现了财富自由。在金钱和物质方面我是富足的，但是在情感上我是空缺的。这些年我一直是自己在打拼，身边一直没有嘘寒问暖、知冷知热的人出现，所以那时候的我觉得自己太孤单了，太想有个自己的家了。而我的软饭老公陈斌，不早不晚的刚好在这个时期出现了。那时的我经常去一家美容店去做医美包养，而陈斌刚好在那家店里做柜哥。陈斌说话很讨人欢心，一来二去我们就加了微信。平时换季天冷下雨，陈斌都会给我发来信息，嘘寒问暖。孤独久了的我，突然有人关心，便慢慢卸下了防备。在交谈中我得知，陈斌比我小10岁。一开始我因我和陈斌的年龄差而觉得担忧，迟迟不敢深入发展。陈斌许是看出了我的顾虑，那段时间他比之前更加殷勤。早上起着大早给我送早餐，晚上不管多晚都到公司楼下接我下班，风雨无阻，没有一天间断。就这样持续了差不多3个月，我被陈斌的坚持所打动。在一天他接我下班的雨夜里，我邀请他到我家坐坐喝杯茶，之后一切都顺理成章地发生了。第2天，我们就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恋爱后，陈斌就搬进了我家，开始照顾我的衣食住行、生活起居。早上在我睡醒前，陈斌就会把早餐准备好，在前一天晚上就会把我第2天要穿的衣服熨烫好，挂起来。晚上一回到家，就有热气腾腾的饭菜等着我，不管加班到多晚回去，也总是如此。陈斌对我的照顾也让我对他越来越痴迷，打心底里想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于是我在心里暗暗把结婚提上了日程。考虑到陈斌并没有多少积蓄，家境也十分普通，拿不出什么钱，我打算独自包揽结婚所需的一切费用。当我在饭桌上把想要结婚的想法告诉陈斌时，他激动得连忙放下碗筷，抱着我在客厅转起了圈，一直保证着以后会对我越来越好。而我当时也十分沉浸于这种零成本的温柔。殊不知，我已经自己慢慢走进了陈斌设下的陷阱。很快，我们就确定了婚期。婚礼那天，我身着圣洁的白纱，在红毯上走向陈斌，满心欢喜地去迎接我以为的幸福生活。陈斌面带笑意地看着我不断靠近他，那时的我看不出他笑容背后的深意。起初婚后，日子还和之前一样，陈斌仍旧悉心关怀我的生活。后来过了一段时间，陈斌就开始和我抱怨工作上面的琐事，不是和同事关系不好，
就是业务太难做了，每个月的绩效太少了，觉得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而且觉得每天又要工作，又要照料家庭，太累了。最开始，我确实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陈斌的工作性质就是要和不同的客户打交道，而且女性居多。但是我又想，如果不让他工作的话，一个男人不工作，我又担心他多想，觉得自己没有了价值。但是陈斌现在这么说，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于是我痛快地回应他说，如果不喜欢做这个工作，那就不要做了。我赚的钱足够我们花的了，你要是不想工作，就在家里照顾家庭吧。听到我的回应，陈斌顿时笑开了花，张开双臂将我圈在他的怀里，在我耳边轻轻呢喃，老婆，有你真好。看着陈斌的这副模样，我也觉得一切都是岁月静好的样子。很快，陈斌就辞掉了工作，安心在家做起了全职主夫。考虑到陈斌照顾家庭，是在为家庭付出，我便开了一张副卡交给陈斌，让他想买什么或者添置什么物品，都用这张副卡来刷。就是为了保护陈斌的自尊心，我不想因为钱的事情而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再那么亲密。女主外，男主内，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下去。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久，我发现陈斌发生了变化。他不再像之前那样细心呵护我了，而是开始了敷衍和找各种借口为他的变化找理由。当我下班回到家，家里不再有热腾腾的可口饭菜，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外卖的预制菜。当下大暴雨，而我又恰好连夜加班，过于劳累，打电话让陈斌接我时，他却推脱着让我着代驾或者打车回去。生性敏感的我，更加能感觉到陈斌和之前的不同。但我并未多想，我只觉得两个人或许在一起的时间久了，激情就会逐渐消退，对对方可能也就没有那么上心了。我不是个特别会经营感情的人，但我也觉得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后面两个人的关系会越来越冷淡。结婚的目的并不是离婚，我想和陈斌安安稳稳地过下去，我想有个温暖的家。于是我放低自己的姿态，温温柔柔地和陈斌交流聊天，更多地站在他的角度，想他是不是因为做全职主夫而产生了心理落差或不平衡感，甚至还专门学了几道他爱吃的菜，经常做给他吃。陈斌或许是感受到了我对他的示好和放低自己的姿态，他只说自己这段时间有点累，男人也有情绪压力不太好的时候，等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我靠在陈斌的怀里，听着他的诉说，轻轻点了点头，以示理解他这段时间对我的疏忽。可话虽是这么说，但陈斌对我却再也不似从前。每当我表现出他对我不似从前那般贴心的意思时，他马上总会说一些好听的话来搪塞我，阻止我继续深入地说下去。甚至就连夫妻生活的次数也是大幅度下降了。陈斌对我也没有当初的激情和热情了。这些琐碎的事情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无时无刻不再影响着我的心情。甚至于当我在工作时，有时都会突然开小差，想到这些事。在从前是从未有过这些事的。对此，我烦心不已，却不知该从何解决。但是这个烦恼并没有萦绕我很久，很快我就发现陈斌出轨了。我查看那个女人的朋友圈，发现她是一名刚刚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最近的一条朋友圈是庆祝自己23岁的生日，她比陈斌还小2岁。我继续滑动着朋友圈，看见这个女人的朋友圈十分高端，发的内容都是各大各种奢侈品，看着十分贵气，看着好似拥有着不属于这个年纪的财富。我不免心头一紧，
赶紧去查看了副卡的消费记录。出于信任，也是为了保护陈斌的自尊心，自从我给他开了副卡之后，从未去查看过他花在了哪些地方。可今天这一看，副卡的消费总额就当头给了我一闷棍，好似在嘲笑我之前的无知。我和陈斌马上就要结婚2周年了，这张卡这2年的消费总额竟然高达500多万，卡里面的钱几乎都要花光了。除了一些小额的消费支出，我看到有几条大额的转账支出记录，每一笔都高达20万以上。这些钱并不是用在日常生活中的，而是陈斌用来套现的。因为我看到收款方式来自于陈斌的一张银行卡中，我被气得发抖。看着卧室里还在熟睡的陈斌，我很想拿一盆冷水把他泼醒，然后质问他为什么拿着我的钱去包养情人，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都是骗局？但是多年来在职场中身居高位的我，很难再像年轻时那样肆意发泄情绪。现在的我满是冷静和理智。我很快让自己冷静了下来，拿出来手机开始记录陈斌出轨和套钱的证据。全部收集好后，我将证据传到了我在公司办公的电脑上，以防只留一份证据万一丢失。顺便也记录了陈斌出轨对象的电话号码和微信。将一切记录好后，我便躺在床的另一侧闭着眼睛歇息。第二天早上，我如往常一般在8点钟准时睁眼。经过一夜的思考，我决定先不要打草惊蛇。既然陈斌做出这种事情，完全不顾念我们的夫妻情谊，那我也没什么好留念的。我想以婚内出轨以及挪用我的婚妻个人财产而起诉陈斌。给陈斌的那张卡里的钱都是我婚前存进去的，一共有500多万，想着这些足够陈斌零用和生活，所以这2年我也没有再往那张卡里存钱。现在我只觉得庆幸自己当初的想法，至少事到如今，在法律上可以证明这张卡里的钱是完完全全属于我个人的。现在我要做的就是找到陈斌的出轨对象。我输入了从陈斌手机里找到的那个女人的电话号码，输入了一条短信：你男朋友是我老公，有空出来见一下吧。等了好久，我才收到回信：你是谁？发错了吧？我男朋友未婚。看到他发来的信息，我沉默了一下，随后将我和陈斌的婚纱照发给了他。这次很快我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在哪见？看他如此，我也就不再废话，甩了过地址和时间便发了过去。从我试探他的信息里面，我感觉到他应该是被3，不知道陈斌已婚的事实，因此我对他的恨意也消减了大半。要回我的钱后，我便立刻抽身和陈斌离婚。我故意来迟了半刻钟，所以当我到达约定的咖啡厅时，我一下就看到了陈斌的出轨对象。他看起来和朋友圈发的照片几乎一样，十分年轻有活力。确定目标后，我径直走向他对面，坐了下来。对面的女生看到我后，立马问道：你给我发的照片是什么？我没有说话，而是从上到下地打量着他。名牌包、名牌衣服、限量款的奢侈品配饰，在我炙热的目光下，他变得有些局促了起来。那张照片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和陈斌到底是什么关系？就是我表达的意思啊，照片是结婚照，你真的看不出来吗？我语气平静且又平缓地说着。陈斌，他真的是你老公？你和他真的结婚了？这东西还有必要作假吗？我反问他。他盯着我看了很久，半晌才缓缓开口说：我不知道他结婚了，他只和我说他是单身。我不管你和陈斌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是真不知情还是怎样，我只知道他套现了我500万。我想，
这些钱他应该是花在你身上了吧？你的穿着配饰看起来可不便宜，我来找你也是要拿回属于我的钱。”我说完后，他的反应却十分激烈。我没有花过陈斌的什么钱，你说的500万我不知情，也不知道。我的这些奢侈品都是我自己买的，从来没有让陈斌给我买过什么。说着说着，他的声音开始逐渐减弱，随后他大声喊道：“你和陈斌不会是想敲诈勒索我吧？这可是犯法的。”说完，他一脸警惕地看着我。见他如此反应，我也突然有些发懵。莫非他真的没花陈斌的钱？那么多钱能花在哪儿呢？但我立马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有条不紊地按照自己的计划盘问：“你说你没花过陈斌的钱，那你的这些奢侈品是从哪来？你这一身行头少说也有20多万，可不像你这个年纪的女生靠自己能买得起的。而且据我所知，你也才刚大学毕业而已。”见我如此，他犹豫了一下，才缓缓开口说话：“是，我确实是刚大学毕业，也没工作，但我的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买的。准确点来说，应该是我父母给我的。我家境不错，父母从不亏待我。我也确实不知道陈斌已婚的事实，他只和我说过他是单身，做一些炒股投资的生意。我也从来没花过陈斌的钱。甚至在我和他交往的这半年的时间里面，他说资金周转不开，我陆陆续续还将近给他打了100多万。”听完他说的话，我也彻底开始发懵了。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么一共大概600多万，陈斌他花在哪了呢？去干什么了呢？越想我越觉得自己的脊背发凉，额角还沁出了丝丝冷汗。见我如此神态，你说陈斌套现了你500多万，那加上我给他的，就是600多万。你说的是真的？我点了点头，说我和陈斌结婚快2年，结婚之前他在美容院做柜哥，婚后他就不再工作，一直在家做全职主夫，根本没有什么炒股投资。晚上，我浑浑噩噩地回到家，瘫倒在沙发上揉着太阳穴。通过后续的交谈，我知道了那个女生叫贺宇轩，家境优渥。据她所说，她和陈斌相识于半年多前，在附近的健身房里。她说那段时间她经常去健身房，而陈斌是那家健身房的常客，一来二去他们就熟识了起来。再加上陈斌的年纪和他差不多，外形又不错，两个人经常聊天，关系也就逐渐亲密。不久，他就在陈斌的糖衣炮弹攻势下所折服，和陈斌确立了恋爱关系。听完他的叙述，我也向他讲述了我和陈斌的过往种种。在听完我的话后，他也沉默了。或许事情远比我想象中的要复杂。夜晚时分，我的手机收到了一条来自贺宇轩的简讯：“舒雨姐，我做好决定了，我答应和你联手，一起揭露陈斌真正的嘴脸，看他到底是有什么目的。”在离开前，我向林宇轩发出了联盟的邀请。在听完我的提议后，他并没有立马答应，而是显得很犹豫。但我并不想让自己表现得咄咄逼人，而是说让他自己考虑一下，就离开了。我相信他一定也很想知道，陈斌拿了那么大的一笔钱到底是干什么用了。而且陈斌同时欺骗了2个女人的感情，难道他就不想看看陈斌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样的吗？所以我确信他最后一定会和我联手，只是我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快就做好了决定。好，那你还是像之前一样稳住他，别让他发现什么马脚。但是如果他再和你提钱的事情，你就借口不要给他。我面无表情地敲着字点了发送键。好。在收到回复后，我删掉了和他的聊天框，关上了手机。
我给陈斌的那张卡，里面的钱已经被他花得所剩无几了，再加上现在贺宇轩也会断了他的钱，那么最后他肯定会找借口找我要钱。所以现在我只需要按兵不动就好了，就看陈斌该如何表演了。未来的半个月过得风平浪静，表面上完全是一副岁月静好的样子，可我知道平静下面藏着多少汹涌的波涛。贺宇轩在前几天告诉我，陈斌又用投资周转不开当借口找他要20万，但他以父母最近生意不景气，没给他打什么钱的借口搪塞了陈斌。我知道陈斌会对我打主意，想从我这捞钱，于是我再三叮嘱贺宇轩千万不要心软。但等了很久，陈斌都没有向我提关于钱的事情，我不免觉得有些疑惑，这和我想的怎么不一样啊？就在这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前些年我买的各种金银首饰、珠宝手表，于是我飞快地打开了楼上的保险箱，果不其然，里面的东西全都不在了。猜都不用猜，这一定是陈斌趁我不在家偷偷拿走的。看着空荡荡的保险箱，这一刻我只觉得心力交瘁，我没想到陈斌竟然已经做到如此地步。待我逐渐平静下来后，我故意打电话给陈斌：“老公，我刚刚打开我们家的保险柜，发现我以前放在里面的珠宝首饰全都不见了，是不是有小偷来我们家呀？我已经报警了，你快点回来，老公，我一个人在家害怕。”起初陈斌还安慰我，但当他听到我已经报警的时候，他突然激动了起来。我能感受到电话那头陈斌的紧张，但他还是尽量让自己保持稳定。“好的，老婆，你别急，我现在就回去。”我在心里冷笑一声，挂断了电话。随后拨打了报警电话，说明自己丢失了大量的珠宝首饰等，价值约100万。接到报警电话后，警方很快就出警来我找调查情况，并调了附近周边的监控信息，同时还调查访问了我身边的人，包括我的软饭老公陈斌以及附近的邻居等。调查完情况后，警方告诉我，这几天会展开调查，但是发生这种情况，身边人的可疑性是非常大的。虽然警方没有明说，但我知道是暗指我的老公，因为我住的是高档小区，安全性十分强，一般人是进不来的，更何况还是潜入家中，保险箱没有撬开的痕迹，是自然打开的。我故作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余光瞥见了站在我斜后方的陈斌。“请您一定要帮我好好调查，找出偷窃贼。”待警官走后，我带着哭腔走向陈斌：“老公，家里怎么会进贼呀？把我的珠宝都偷走了。”说罢，我靠在陈斌怀里假哭了起来。陈斌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背来安慰我。我知道他现在心里慌得很，但是又不敢说什么。3天后，我和陈斌正在一起吃晚饭，我的电话突然响了，是警官打给我的。我接通电话，故意按了免提键。“你好，警官，是调查出什么结果了吗？”“你好，林小姐，我是负责你这起盗窃案的警方。经过一系列的排查，监控无异常，保险箱属于自然打开，我们断定您这起案件属于熟人作案，目前您丈夫的嫌疑是最大的。我们最近会再次传唤您的丈夫调查，如果没什么异常，基本就可以结案了。”我抬头看了看面前的陈斌，只见他面色铁青，双唇抿紧，于是我说了声好，便挂断了电话。还不等我来得及说什么，陈斌突然砰的一声跪在我面前：“舒雨，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只见陈斌抓着我的腿，开始说着话：“我染上了毒瘾，因为每天在家太无趣了，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就开始了赌。
最开始只是小赌碰碰运气，轻轻松松就赚了点钱。后来我赌的就越来越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开始输钱了，越输越多。我真的没办法。舒瑜，如果我没有钱，那些人就要把我的手脚砍掉。你原谅我好不好？舒瑜，你再帮帮我，求求你了，舒瑜。看着陈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着这些，我却只觉得面前的越来越陌生。毒瘾，好好的人怎么会染上毒瘾？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跑去赌？你是把所有的钱都拿去还赌债了是吗？我语气冷淡地问陈斌。见我还愿意搭理他，陈斌连忙点头。你还有别的骗我的地方吗？没有了，舒瑜，我和你说的都是真的，我真的太害怕了。如果我不这样，他们会杀了我的。陈斌，我太累了，我想自己休息会良久。我突然说道。好好好，我现在出去，你在卧室好好休息。舒瑜，只要你能原谅我，让我做什么都行。听着陈斌所说的话，现在我只觉得异常可笑。我本想着，如果他能向我坦白和贺宇轩的事情，我就相信他说的话。可是他仍旧选择继续隐瞒。不过也是，一个赌徒的话，又怎么能相信呢？对于陈斌向我说的话，我根本不相信。他到底是婚后觉得生活乏味开始赌的，还是婚前就已经开始赌了？和我结婚是真心还是假意？是不是只是为了利用我偿还赌债？我知道事实远比我想象的更加丑陋。陈斌网赌，但是他没有和我说更多的事实。我编辑好短信，发送给了贺宇轩。很快，我收到了贺宇轩的回复。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不要和一个赌徒周旋，我们直接报警，提供证据，让警方来审判他。发完这条信息，我便放下了手机，想好好的睡一觉。我只觉得身心俱疲。正当我迷迷糊糊将要沉沉睡去时，我突然感觉到有人推开了房门，正在不断向我靠近，巨大的阴影笼罩着我，让我感觉很不适。我皱着眉睁开了眼睛，却不想和陈斌面带杀意的眼神对视。陈斌想杀了我，想到这，我瞬间清醒，想要立马起身呼救。他好似看穿了我的想法，立马捂住我的嘴，控制着我的行动。男女的力量差距是悬殊的，哪怕我拼命挣扎，却仍旧没有逃开陈斌的魔爪。此时的陈斌就像疯魔了一般。臭娘们，还想报警抓我？要不是看你有点钱，你当我会和你这个老女人结婚吗？也不照镜子看看你自己，现在你报警啊，报警把我抓走啊，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死样子。贺宇轩心软了，他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了陈斌。此时我的脑子里满是后悔，为什么要告诉贺宇轩我的想法？我只觉得我对陈斌没有任何感情了，只想让法律制裁他。可我不知道贺宇轩对陈斌现在究竟是什么样的感情。来不及等我细想，突然他一把薅住我的头发，把我拽到了镜子前。镜子里的我，肉眼可见的地方满是青紫，但是我已经感受不到任何疼痛了。我现在只想快点让自己逃出去。找准时机，我微微抬起膝盖，趁他不注意，猛地用力向陈斌撞去。啊！趁陈斌呼痛的空隙，我趁机推开他，一边连跑带爬地向外面跑去，一边大声呼救。就在我快要跑到大门口时，陈斌突然追上了我，一把薅住我的衣领，将我的头疯狂地一下一下砸向墙壁。臭婊子，还敢踢我，看我弄不死你！我感觉到有液体从我的头上不断流出，嘴里也满是腥味。那应该是血吧？不知道过了多久，不知道在陈斌第几次的疯狂撞击后，我的意识开始逐渐模糊。
我感觉到门外有各种嘈杂的声音，是不是有人听到了我的呼救？我努力想听清楚，也想大声呼救，但传入我耳中的全是嗡嗡声。在我的意识彻底消失前，我模糊地看见了一地的鲜红。这就是你所了解的全部情况吗？是，贺宇轩回答着警方的问话。你知道你对罪犯的一时心软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吗？贺宇轩低下了头，迟迟不敢回答。警官不再多说什么，深深地看了一眼贺宇轩便离开了。而此时的我正躺在医院的病房里，经历了2天2夜的抢救，我从鬼门关里捡回来了一条命。在我恢复意识后，警官来找过我2次，向我调查和说明情况。在和警方的交谈中，我得知贺宇轩在得知我要将陈斌送进监狱时，动了恻隐之心，偷偷向陈斌通风报信，让他赶紧跑。但是他低估了一个赌徒的险恶，大恩如大仇。在得知我的想法后，陈斌只想彻底把我解决掉。在向陈斌通风报信后，贺宇轩的心里一直都在打鼓。经过了激烈的心理斗争后，于是贺宇轩给我发送了短信，告诉我他想放陈斌走，但迟迟没有收到我的回复。于是他忐忑地给我打了电话，见我没有接通，他才真正的开始慌了神，因为他脑海中一直盘旋着我对他说的那句话：赌徒是不值得被相信的，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于是不安在他心里不断被放大。终于，他拨通了报警电话，在同时，他也驱车来到了我家的小区。在我即将要被陈斌打死的时候，警方来了，把我从恶魔的手中解救了出来。3个月后，我和陈斌的离婚判决下来了。在案件的进展中，我了解到了，在和我婚前，陈斌就早已欠下巨额赌债，并且陈斌之前经常盘旋于多个女人之间，从此来捞钱，偿还赌债，并且继续赌，直到他遇见了我，发现我的财富远高于那些女人，于是一个恶毒的想法从他脑海中产生，他想和我结婚，然后逐渐侵占我的财产。和我婚后，他胆子越来越大，赌额越来越大，高利贷也越欠越多，直到最后他发现他马上就要把那张卡的额度用完了。但我和他结婚还不到2年，陈斌怕打草惊蛇，不知该找什么理由问我继续拿钱，毕竟2年时间在家花掉500万，他很难和我张口。于是他又寻找到了贺宇轩这个目标。女孩青春靓丽，未经世事，单纯至极，家境优渥。于是他趁机接近贺宇轩，直到女孩开始甘心情愿地为他付出。后面，警方通过陈斌的叙述和指认，捣毁了一个以俱乐部为名义实在进行赌的地下场所，并追回来大部分赃款。陈斌也以毒、欺诈、故意伤害罪、非法占用等多条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未来15年的大好时光，陈斌都将在监狱中度过，去偿还他犯下的罪。而贺宇轩在这之后也来找过我，对于他，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留下了一句：未来保重，我们不是一路人。高利贷和赌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直到最后筋疲力尽，再也推不动这雪球。这场维系了不到2年的婚姻让我教训深刻。同样，我也明白了，人始终不能对他人抱有太多的幻想和期待。童话故事只在童话中发生，而我是活在现实世界里活生生的人。后来，我卖掉了之前的房子，向公司申请了调动，换了新的城市发展，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次，我不再觉得心灵孤单，也不再迫切地想要寻找一个人做依靠，因为我明白了，
只有自己全方面的独立和能够自给自足地满足自己的所有物质和精神需求后，才能让一个人做出真正正确的选择。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